大家好，这里是加拿大安省的尼亚加拉地区11月中旬。那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下周呢温度就会降到零下，所以想着赶紧把室外的盆栽呢整理一下，然后需要放进室内的呢赶紧放进室内，然后不需要的呢就清理掉了。那我这里有一些如意草、灯笼花、文竹，中间呢是一颗芋头作为那个center height。还有一棵驱蚊草、栀子花，还有一颗多肉，还有一颗蓝星蕨。这是又一个 planter， 这有一颗 mandevilla。那我先把这几颗不需要换盆的花先挑出来。那不需要换盆的花有栀子、蓝星蕨、多肉，还有这盆 mandevilla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这个 mandevilla 的中文叫飘香藤。今天有一点下雨，虽然下雨呢，但是因为明天没有时间了，今天就冒着雨来进行整理吧。那先来说一说这盆栀子花。这盆栀子花呢，是我大概在3年前入手的，当时是在 Canadian Tire 买的1 gallon 的小盆。那它每年至少要开2次花。那今年夏季开过花之后呢，我给它进行了一次修剪，因为当时长得太大了，我觉得叶片太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修剪的位置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修剪的位置。那上面这些嫩绿色的叶子呢，都是修剪后重新长出来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又开出了新的花苞，很快它就要开出非常香甜的花了。这是我最爱的花之一。那我们知道栀子花在室外是没有办法过冬的，但是它又是喜欢大光、大肥、大水的植物，所以夏天呢，我一般是把它拿在室外，放在 deck 上养。那秋天的时候呢，在上冻之前再把它搬到室内。那因为这盆花在夏季刚换过盆，所以说直接搬进去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。那我这个盆呢，也是一个套盆，就是里面是这样的，带孔，下面一定要带孔，的盆，然后下面呢是一个不透水的，可以防水，浇水的时候防止水漏的到处都是的这样一个盆。这盆多肉呢已经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怎么打理它，那我给它进行了一次修剪，然后一会儿直接搬到屋内就行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多肉呢，这盆多肉呢就不是一个套盆。那这个盆设计的很巧妙，它下面有一个洞，然后有一个塞儿。那这样我在春天把它拿到室外的时候，把这个塞儿打开，那秋天的时候再把它关上。这样的话，我浇水在室内浇水的时候，水就不会流出来了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每次浇水不能太多，不然就会把根淹了。那这盆 mandevilla 是我在 Home Depot 今年夏季的时候买的，当时是4寸的小盆，花了是大概6块钱。那现在已经长了这么大了，我打算直接把它搬进去就好了。那这盆花里面呢，这个 New Guinea 我不打算要了，会把它清理掉。然后剩下的这个 Creeping Jenny， 还有中间的这个 Twisted Arrow 这个草，还有那边一棵小的 Hosta， 那它们都是多年生，我就把它们留在外面就好了。这是一盆蓝星蕨。大家都知道蕨类呢是喜欢阴凉的，阴凉潮湿，所以说我一般最早的时候会把它拿出来，在春天的时候，然后在秋季最晚的时候上冻之前再把它拿进去。这个根儿已经长得特别满了，然后从盆里已经弄不出来了，除非我把盆敲碎。那今年呢，我也不打算折腾它了，我就打算直接把它放在这个套盆里就好了。在我把它拿进去之前呢，我要把这些
不好看的干掉的叶子修剪一下。一般修剪植物的时候呢，不建议在雨天，因为我们修完植物以后想让伤口赶紧愈合，如果这样湿的话，可能会让病菌呢更容易进到这个植物里，引起感染。所以说尽量不要赶在下雨天修剪植物。那因为外面马上就上冻了，所以说我就打算在外面把它剪好以后再拿进去，不然弄得到处都是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这盆花就可以拿进去了。一会儿，这盆花呢，我打算把这个如意草啊，也叫五彩绣球，这个我不打算要了。还有这个chrysanthemums 这个菊花我也不要了，这些都是夏天比较便宜很常见的花。但这个灯笼花开的还蛮漂亮的，我觉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室内摆也不错，我打算留着。这个文竹呢我也很喜欢，我打算单独给它种一盆。中间的这是一棵芋头，在这边呢，在北美芋头是作为观赏性植物，经常种在夏季的 planter 中间，作为这个 center height。我觉得如果摆在室内应该也很漂亮，所以今年是我第1年种芋头啊，它在外面肯定是过不了冬的，所以我打算把它挪到室内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那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准备2个小盆，把这个灯笼花和文竹重新栽种一下，其他的清理掉，然后中间呢这颗芋头留在这个大的盆里面，摆在室内。这个芋头呢，这个叶子已经冻的已经有点软了，把它稍微修剪一下，让它重新长。把这个老掉的叶子剪掉，把这个长得不好看的叶子剪掉，让它重新生长。一些这个是begonia海棠，夏天的时候种的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菊花也不要了。这个是秋天种的，根儿还没有太长。这个兰滩呢，我们家的松鼠特别多，所以说插了很多小棍儿。这个文竹长得比较大，我要把它稍微剪短一点。好，现在我把这2个文竹和灯笼花把它们弄出来。那这个灯笼花的根儿没有多大，所以说不用特别大的盆儿。终于弄出来了，长得很深。好，现在我把这2盆花种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灯笼花的这个根儿不是很多，所以说我选了一个这样的4寸小盆。那这个文竹的这个根儿还长得比较旺盛，看到长的这个根须很长很多。刚才把它往出起的时候费了一点劲儿。那我给它准备了这样大小的盆。最后要浇透水，顺带把盆洗一下。这是一盆驱蚊草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长势不是特别好，因为夏天的时候放在外面呢，就是放在那个套盆里，忘了把它拿出来，所以根儿已经都泡烂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些根儿呢都是新长出来的，里面那些根儿都已经不在了。而且这个盆儿我觉得对它来说有点小，所以今天我打算把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儿，放在这个陶盆里。
那这些植物移到室内后呢，要考虑适合它们的位置来摆放。比如说有一些植物我不想让它们长得太大，我就会考虑把它们放在一些温度比较低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家的门厅。另外，在加拿大室内的空气还是比较干燥，那在卧室啊或者是客厅摆放一些绿植，除了清新空气以外，还可以增加空气湿度。好，今天就分享这些，谢谢您的观看。